停啊！想象一下，在一场几乎致命的海难之后，你跟200多个人困在一座岛上，度过了整个冬天。整整3个月。对，整整3个月。然后，前途未卜，现在春天终于来了，地中海的航运恢复了，你总算要踏上旅程的最后一段。目的地是罗马。是的，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但你的身份不是观光客，甚至不是商人，而是一个等待审判的囚犯。这个开场的画面感很强。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这段旅程的尾声。我们手上的这份资料是针对圣经使徒行传第28章，就是从第11到16节的逐节注释。很短，但细节非常多。没错，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短短6节经文里挖出一些可能超乎你想象的东西。这不只是一个囚犯的移动记录而已，对吧？绝对不是，这里面藏着古代航海的生存法则，还有一个新兴社群，它那个惊人的动员能力。还有最重要的，它揭示了一位关键历史人物使徒保罗在面对巨大压力时那种非常真实、非常需要支持的人性面。故事从马耳他岛开始，他们滞留了3个月后，保罗一行人终于登上了另一艘船。第11节给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细节。他说这艘船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船的标记是丢丝双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画面感，但丢丝双子在当时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它应该不只是一个船名吧？你问到重点了，这绝对不是一个船名，这可以说在船头画上的一道平安符。平安符？对，这是一个充满时代感的细节。丢丝双子就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非常有名的那个双子星卡斯多尔和波洛克斯。我知道。在当时的水手文化里面，他们被看作是航海的守护神，据说能在暴风雨中显现救助船只。哇！所以把他们的标记漆在船头，就是一种祈求，反映了古代水手面对那个莫测的大海时，对超自然力量庇佑的一种渴望。所以这不只是一种装饰，不是，更像是一种精神寄托，甚至是那个时候的航海保险了，对不对？适合远洋航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对比了，一个庞大务实的罗马帝国系统，跟一个新兴的信仰网络，两者是如何互动的。我懂了，这艘船本身就是那个物质世界的载体。对，它按照帝国的商业航线运作，船上刻着异教神明的符号，但它此刻承载的却是一个即将在地球心脏引发思想变革的人物。这个对比真的很有意思。接着经文的记录非常写实，就像航海日志一样。第12节说，他们到了西西里岛的大城血拉古，停了3天。3天，这时间不短也，感觉不只是路过加个油、补个水而已。是的，3天的停留时间算是蛮长的，这其实很实际，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希拉古本身就是个大港，他们可能需要比较大规模的补给，或者船只要小维修，但更常见的原因其实就是等风。等风。对，古代航海完全是看天吃饭，没有合适的风向，再大的船也只能停在港里。这3天的等待，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当时那些船员就是仰望天空，期盼风向转变的那种焦虑感。从血拉古出发后，第13节的用词是他们绕行，到了意大利半岛最南端，像靴子脚之间那个位置的利吉翁。这个绕行的用词是不是暗示航行过程也不是那么顺？观察得很细腻，这个词很可能描述了他们需要沿着海岸线谨慎航行，或者在墨西拿海峡那样复杂的水域应对海流。但接下来的记载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资料说，在利吉翁待了1天之后，起了南风。对于要从南往北航向罗马的船来说，南风就是顺风。哇，这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没错，我几乎能想象到船上所有人那种松口气的感觉。经历了海难，漫长的等待，总算有件好事发生了。这阵风
不只是物理上的推理，是的，更像是心理上的一剂强心针。完全可以这么说。靠着这股南风，他们的航速大大提升，只花了2天就顺利抵达了大概340公里外的大港布丢利。2天就到了。这几个精确的地名、停留时间和对风向的描述，不只让我们能像看地图一样追踪他们的脚步，更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古代航海那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好，所以这段惊险的海上漂流总算告一段落。他们在布丢利这个罗马帝国的主要门户登陆了，但踏上陆地之后发生的事，我觉得才是最让人惊讶的。是，这部分非常温暖。第14节说，他们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还被邀请同住了7天。等一下，这就很奇怪了。一个要押送到罗马受审的囚犯也，竟然可以就地跟朋友相聚1个星期。负责押送了那个百夫长和士兵都没有意见吗？这确实是整段记载中最令人惊讶的部分。这件事的意义非凡。首先，它告诉我们，在布丢利这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已经存在一个有组织、有活力的基督徒社群。他们不只是偶然遇到，对，他们能辨认出保罗这位重要人物，而且愿意冒着风险去接待他。说到风险，这确实是个问题。一群人去关照一个帝国的囚犯，在罗马官方眼里，这不会有问题吗？听起来有点像在挑战权威。绝对有风险，但这也让我们看到另一点：押送保罗的百夫长尤留，在经历了海难那样的生死关头后，显然对保罗产生了极大的信任和敬重。原来如此。他很可能行使了自己的裁量权，给了保罗这个方便。所以这短短一句话，其实反映了2件事。哪2件？一是基督徒社群的团结和勇气；2是保罗个人的人格魅力，已经赢得了罗马军官的信赖。我明白了。所以对刚结束几个月海上漂泊的保罗来说，这7天的休整是来自同伴的第一份温暖，一种回家的感觉。没错，就是回家的感觉。这个回家的感觉，接下来还被放大了。第15节的画面感更强。当他们从布丢利走陆路，沿着著名的阿庇古道前往罗马时，罗马的基督徒社群竟然派人专程出来迎接他们，而且不是在城门口。对，不是在城门口，而是走了很远的路。资料提到，他们远到亚比乌市和3馆这2个地方，这到底有多远啊？根据历史资料，这2个地点距离罗马城大概有50到60公里。50-60公里，哇，走路哎！是的，走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在那个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时代，罗马的信徒们得到了消息，然后组织了至少2批人，分别走了1整天多的路程。天哪！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迎接一位他们可能素未谋面，而且还是以囚犯身份前来的领袖。这真的让我印象深刻。这不只是顺道问候，这是一场精心策划、不辞辛劳的盛大欢迎。你觉得那些从罗马走60公里出来迎接的人，他们一路上在聊些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们可能在分享彼此听说过关于保罗的故事，讨论他的书信，想象这位把信仰传遍地中海东部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份迎接本身就是一种宣言，向保罗也向押送他的罗马士兵展示了这个新兴社群的力量。而这里最触动人心，也是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就是这句。这句话真的很关键，他完全打破了那种超级英雄的形象。他告诉我们，即使是像保罗这样意志坚定、经历过无数风浪的人，在即将踏入帝国心脏、面对未知的审判时，他也会不安，他也会需要支持。正是如此，我们的解读资料也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揭示了保罗非常人性化的一面。他不是一台无情的信仰机器，对，他的勇气也需要被人的温暖来点燃。这次迎接对他来说不仅是安慰，更是巨大的力量。他让保罗确信他在罗马不是孤军奋斗，有一群坚实的伙伴在等着他。没错，这份来自社群的支持给了他面对未知挑战的胆量。
所以带着这份来自同伴加持的勇气，他终于进了罗马城。那么，这位囚犯的最终处境是怎么样的呢？第16节的描述同样很有意思。资料说，保罗没有被关进我们想象中那种阴暗潮湿的地牢，而是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这听起来像是某种程度的软禁或居家监禁。没错，这就是一种居家监禁，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对宽松的待遇，但并非特例。为什么？我们必须记得保罗是罗马公民，他之所以被送到罗马，是因为他行使了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向凯撒上诉。对。所以在等待皇帝亲自审理的期间，他依法享有一些特权。这种安排虽然限制了他的自由，据说他会用一条锁链和看守他的士兵拴在一起。哇！但跟真正的监狱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他可以在一个自己租来或教会安排的住处生活，只是身边24小时都跟着一个士兵。那这里面好玩的地方在哪里？这里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这个看似是限制的处境，反而为他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契机。这个安排让他可以在自己的住处，相对自由地接见任何访客，写信、与人辩论和交谈。我明白了。这真是个充满吊诡的安排。那个本应用来囚禁他的锁链和房间，反而成了一个稳定的基地。没错，他不需要到处奔走去寻找听众。整个罗马城的听众，从犹太领袖到对新思想好奇的任何人，都会自己找上门来。你抓到重点了。他作为囚犯的漫长旅程在此画下句点，但他在罗马的使命，也就是继续传播他的信仰和思想，却因为这个特殊的监管安排而得以用一种全新的、更集中的方式展开。限制在这里奇妙地转化成了机会，真是如此。所以我们回头看，从一艘刻着异教神明标记的船开始，到弟兄们跨越几十公里的热情迎接，再到最后这种特殊的监管方式，这短短几节经文真的串起了一个层次非常丰富的故事。如果我们把这些点全部串联起来看，就会发现这段旅程的记录远远不只是一份流水账，它让我们看到几件核心的事情。第一，在经历了海难等重重困难之后，故事的主角最终平安抵达目的，资料将此归因于神的引导与保护。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聊的早期基督徒社群惊人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这种跨越城市的人际网络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能提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力量。对，支持甚至强大到能给像保罗这样的人物带来放心壮胆的效果。而第三点也是最精彩的一点，就是困境最终转化成了平台。被囚禁在罗马，这本该是他传教生涯的终点。是的，如果我们再退一步，用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其实看到了两个世界的交汇。怎么说？一个是罗马帝国庞大高效的物质世界，它有着发达的港口、四通八达的罗马大道和严谨的法律体系，这一切都让保罗的旅程得以可能，对吧？没错，就是硬体设施。那另一个世界呢？另一个世界就是一个新兴的以人际关系和共同信仰为纽带的精神网络。说得太好了。这个网络没有实体的道路，却能跨越几十公里去传递温暖和勇气。是的，这两个世界在这里完美交织。罗马帝国提供了舞台和路径，而基督徒社群则为这趟冰冷的囚犯押送旅程注入了人性的温度和坚韧的生命力，两者共同塑造了接下来的历史。今天我们跟随保罗的脚步，完成了他前往罗马的最后1里路。我们从一艘船的标记看到了古代世界的信仰与恐惧，从一场跨越足50-60公里的迎接，感受到了社群支持的巨大力量。最后，从一种特殊的监禁，思考了限制与机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段故事的结尾，保罗在被监管这个限制之下，反而找到了继续其使命的独特方式。这不禁引出一个值得你深思的问题。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那些看似的限制，无论是工作上的瓶颈、个人的困境，还是环境的束缚，他们是否真的只是一堵墙，
或者他们也可能隐藏着一种意想不到的机会，迫使我们用一种更有创意、更专注的方式去发挥影响力，甚至成为我们成就一番事业的最独特的那个平台。